大家好，我是罗杰教练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自己电脑的 Google 浏览器同时间最多可以运行几个分页呢？有没有遇过网页运行到一半，分页出现崩溃的讯息呢？像是这样子。才开了4个分页，电脑就提示说记忆体即将用尽了。而且呢，到现在这4个分页啊，它还在那边转圈圈，意思是说它根本就还没有载入完毕哦。所以有些朋友在换为 SSD 硬碟之后就很纳闷，明明开机速度及软体开启的速度皆有变快没有错，但依然时常会有宕机的状况。原因其实就是记忆体不足所导致的。只要记忆体不足，电脑运行程式时所能使用的空间就不够，自然就会让电脑卡不顺。这边指的空间呢，并不是指硬碟大小哦。那为什么更换为 SSD 之后，能让电脑的总体运行速度加快呢？以旧电脑来说，相较于 HDD 硬碟来讲， SSD 就是加速了将电脑所需要执行的资料丢进去记忆体的过程。所以开机速度及开启软体的速度会相较于 HDD 快的原因在这里。由于现在的电脑大多都属于效能过剩的状态，其实在轻度使用状况下，5-6年前的电脑只要当时的规格不是太差，那么现在拿来做文书、上网、看影片，其实都还蛮足够的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旧电脑的瓶颈在记忆体，那现在就来观察一下记忆体有没有什么升级的可能吧。以这一台机体来讲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原本的记忆体规格是多少哦。这边有写在工作管理员里面哦 ，DDR3 4G 的时脉呢是1600的。在升级记忆体之前呢，我们除了要知道原本的记忆体规格是什么以外，我们还要知道现在这台电脑它的 CPU 型号是多少。像这一台是 i5-4200M 的 CPU， 英特尔的。为什么我们要知道 CPU 的型号呢？因为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CPU 的相对的这个参数。那这一颗 CPU i5-4200M 啊，它最高能够支援的记忆体大小为 32G， 那记忆体可以支援的这一个属性呢为 DDR3L， 这个 L 呢代表的是低电压的意思哦。那它可以支援1333跟1600这2种款式。那它支援的最大记忆体通道数为2条哦。可是实际上我们看 CPU 的参数还不够哦，还要看当初这一台笔电呢，或者是这一个主机板它当初设计的到底支援到最大是怎样的规格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哦，像这一台呢是 GE402OC 哦，它搭配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i5-4200的这一颗 CPU。不过呢，它的记忆体最高就是 DDR3， 一样是低电压版本。那它最高的支援这一个叫做1600的时脉，那就2条啊，这边就2条，然后最大的只能支援到 16G。好，这2个参数我们比较出来之后呢，我们以小的为基准哦，所以这一台最多就只能支援到2条，加起来一共 16G 的大小。那以这样子的概念来讲的话呢，一条最多就只能达到 8G 的程度。就记忆体的报价来讲，我现在拍片的时间为2022年5月份，我在 PC Home 20小时这边随意的抓一下报价哦。平均 DDR3 1600 8G 的2支加起来 16G 的记忆体哦，笔电版本的平均都在2000元上下。以花这样子2000块上下，比买整台3万块来讲的话，其实是省蛮多钱的哦。当然我们还是要考虑，像这一台电脑就已经7-8年以上的了，它还能使用多久，其实我们没有人敢保证。不过确实是可以试试看哦，把它装上去之后呢，看看可不可以用更久。因为基本上如果只是用在文书处理啊，或者是上一下线上课程等等哦，其实4代的i 系列的 CPU 还算够用。接着入手的金士顿 DDR3 低压版1600 8G 2根，会选择这支主要原因是因为个人习惯使用金士顿的产品，
除了大厂牌又有终身保固，而且呢使用经验上也不错。再来我们要开始动手更换记忆体，记得拆机之前一定要断开电源及电池哦。拆螺丝的时候也要记得原本位置的螺丝长短。拆记忆体时，手从左右边拉开卡榫，记忆体就会自动往上弹。双手尽可能不要去触碰到机子内部，尤其是记忆体的脚位，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导致记忆体与主机板接触不良而开不了机。拿出新的记忆体，将防呆切口对准记忆体插槽上的凸起，再慢慢的装上去。在装的时候需要上斜45度。当发现插不进去，也不要心急乱插，有可能是买错规格，也有可能防呆切口没有对准，记忆体拿相反的，还有可能呢就是安装的角度不对。不管是哪一种，硬插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坏，只要没有十分的把握，请找专业人士协助，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哦。另外，并不是每台电脑都是拆开背盖就能看到全部的记忆体插槽，有的笔电设计是主机板正反面皆有一个记忆体插槽，这个时候如果需要扩充的话会麻烦很多。还有一种是记忆体颗粒直接焊接在主板上面的，只有单一记忆体插槽可以扩充。至于这种类型的机型呢，扩充范围也是非常有限，所以在动手之前呢，请先研究手上的机子有没有升级的可能，以及升级的难度是否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免得升级不成还可能搞坏电脑哦。更新完记忆体之后，我们再来试试看效能吧。我们一样使用雅虎的首页来试试看哦。1个、2个、3个。很明显哦，比4G 的时候好太多了。现在的占用呢，也才31%哦。那刚刚的卡顿的这个瓶颈啊，也的确是在 CPU 的部分哦。那 CPU 高峰只要一过呢，其实所有的首页大致上都已经载入完成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